今天要帮大家介绍这一支 TDC 的黎明之舞。黎明之舞，这支也蛮好闻的。我刚只闻瓶口而已啊。好，欢迎各位 Podcast 朋友跟 YouTube 朋友一起来收看我们 QN 奢华美妆香水的频道。我们一天介绍一支香水给你认识哦。Yes. 好，我很喜欢这支 TDC 的颜色，酒红色呈现那种稳重高贵感，不会太艳，但是也有不会太让人家看不见。对，就是恰到好处，而且它这个瓶身又是紫色，对对对，紫醉金你没有啦，就是紫金配。好，紫金配，之前这个盖子几乎都是银色的嘛，对对对，比较少看到是金色的。这个很用心的配这一次的颜色里面很像葡萄色，对，葡萄汁的颜色。好，来，那我们来试试看这一支。我们看，赞哦。木质料，刚开始有点意外。对啊，我闻到焚香哎，真的有焚香，有时候对，跟大家说一下，有时候我们会看一下那个 Chat 的香调啊，就是准吗？有时候不是很准这样，因为它是综合各全部网站的资料进来嘛。那因为也不是所有的网站资料的可能都是正确的，所以而且因为其实有一些香调是每个人可能闻到的会不太一样，因为他去收集大数据过来的时候，可能是综合了，有乌木，不一定是完全官方的那个就是香调出来的。有乌木，有一些木质，有木质的香气，对。哇。有一点苔藓。刚开始的时候，对苔藓啊、广藿啊，然后我觉得它焚香，一开始焚香是还蛮明显的。对。而且乌木怎么讲？不是重，那一种潮湿的沉香嘛，潮湿的臭臭的木感觉。木头。有人很喜欢这个味道。我喜欢，你也喜欢这个？对，我刚前面，因为有时候它喷完之后啊，留在瓶口的可能是它的后调的部分。那我们现在闻到虽然是前调，但是因为它的后调，它的基底蛮浓的，就是我觉得它的香精程度比例还蛮重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闻到后调的这些基本盘基调都闻到了。这个刚刚臭扑鼻发霉的味道退去之后，哇！我觉得这支应该是属于那种是反过来走的，因为香精浓度够浓，这是淡香精还是香精？淡香精。但是因为它呢，黎明之舞，对，它想要呈现那种就是在黎明曙光之前，从暗转亮，就是从黑暗到明亮的这个过程，黎明嘛。对。所以我觉得它现在的味道是有这种感觉，就还没有到完全亮，它有那个暗的那种感觉在里面。你这个让我想到一个画面，我不是刚从云南回来吗？云南跟四川之间有一个很大的湖，叫泸沽湖。泸沽湖。那泸沽湖的清晨的时候，你可以在湖边看到，因为我那一天在等那个日出啊，结果还等错方向，它从后面这边上来，现在已经亮了，你都不知道这样吗？不是，是渐渐的已经亮了，但它还没升起来。那你会看到湖面居然有这个雾飘出来。这个是对，可能是一个温差，所以它这个湖面上有雾气。那我觉得这一个一开始有一种那种就是在阴暗幽暗的这种潮湿的土壤或森林里面，那突然天空放晴了，阳光照射进来，让整个豁然开阔的感觉。我觉得它前面我还没，当然目前还没有感受到它舞这一块，就是它 dance 嘛，因为他是讲说 dance of the dance，就是黎明之舞，对。那现在感受到的黎明的味道是我觉得他诠释的蛮到位的。他就是讲那种比较黑暗的那一面，目前感受到的，没错，呈现出来的味道也是给你这种感觉。是，比较幽暗一点，也比较怎么样？心情比较郁郁寡欢那种感觉。但是居然
阳光照进来之后，那一种心情瞬间的转折，那这个泸沽湖的湖面本来有一点点幽暗，黎明太阳升起之后，哇，整片美景尽收眼底啊！对，学姐很想讲啊，对啊，她一直靠过来，因为它这个对它的那个香调部分，其实前面有一些是可能柑橘啊、黑加仑叶啊，这个部分好像目前闻到的没有到那么多，不晓得是不是说被中和掉了这个木质的部分还压住，那我们可能要看它后面是不是会跑出来。对，我觉得 TDC 给我过去的印象都是比较偏淡一些，不到清淡，但是它的手法都是比较一般普罗大众好接受的那种味道。但这一次一开头就下这么重的这个重拳，我有点意外。果然你看从银色盖子都变金色盖子，表示他打从内心的改变。学姐你有话要说？其实它有一个系列都是这样子的香调，只是台湾一直都没有引进。真的啊？对，我不是有一支我不是有一支像矿石的那个沙漠以前，但它这一支就也有一点矿物的那个石头的类似啦，因为它那个焚香跟广藿香结合之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个矿物的香气，有土壤矿物质的感觉。对。然后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它是用印尼广藿香，所以你会觉得广藿香的味道还蛮强的。是啊。然后可是果香其实有平衡掉广藿香的药感，所以你会觉得它那个是很舒服的木质香调。对。他是说他是致敬一个乐团的歌，然后去调这一支香水。对，我是没有认真听那一首歌啦，但我只是觉得它的那个木质调调得非常的飘渺。对，就是湖面上的这个云雾这样。对，它不是很实的那个木头，它是很像有雾气或是模糊在你面前的那个。对，就还蛮好闻的。有啊，这个苔藓调应该也可以属于算是苔藓类的香气吧。有一点潮湿。因为它有浮木，他说它其中一个木质调是放了浮木，就是海边或水旁边你会找到的那种木头，潮湿的木头。对，这一支很有画面感。就是它不是从头到尾都给你一样的感受哦，它是一直在做变化的，对吧？你会觉得在什么场合你会用这一支？学姐也想一下，你会场合？目前我感觉就是在我觉得是一个还蛮能就把你的情绪比较拉下来的一个味道。比如说你可能是想要让你的心情不是那么浮动的时候，喷这支会让你的心情再荡下来一些，再沉淀一些。对。然后如果说你是要选一支，就是你觉得是要马上让你很开心的味道，这不是，这是会让你的就是比较平静专注，对的那种味道。对。那你说是任何时候冥想，因为这个味道我觉得是会让人家会去想事情，会有一些就是沉淀下来的那种感觉。那学姐你会用在什么？我其实刚刚就在想说，我如果去说做一些冥想的活动，或是那个现在很流行的颂钵，对，好适合哦，也蛮适合瑜伽，对，也好适合做瑜伽的时候喷这一支，对，好适合。OK。所以这一支可以让你下班之后做瑜伽的时候，你可以喷这一支。对，我觉得它是个专注跟平静的香气。是，虽然它是飘渺的木质香，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给我感觉是可以专注跟平静。我觉得这个很适合去参加，有一种那种绳子在上面飞来飞去那一种，有一种。你说高空瑜伽吗？马戏团啊？不是高空瑜伽吗？是吗？对，就是拉着绳子来拉去，然后对啊，那个高空瑜伽，对，空中瑜伽，就是拉着它，然后这边对，
空中瑜伽做那些瑜伽只是是他没有摆荡来摆荡去啊。真的吗？那么厉害？他不是这样子飞来飞去吗？不是啊，飞来飞去的可能是马戏团，不是马戏团。对，我觉得这一支有让人家那种飘来飘去的感觉，有点捉摸不定。好，但是你说捉摸不定，他又定，他的内心又很定。对啊。对，我觉得它就是一种，就是可以帮你把你的心情，不管是任何状况下，然后整个沉淀下来之后，让你再重新开始的那种感觉。对，好，两位给了一个很好的建议，你要静下心来的时候，或者是你有配合这个送钵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很合适的香味。好，我们回头再跟大家讲这一支的后调，待会见。好的。黎明之舞这一支后调变化的可精彩了哈！来，你先说一下它现在怎么呈现嘞？又带一点柔美的花香进来，那个花香的感觉再多一些。它有那种绽放开的感觉，就是它那种比较，我们刚刚说它比较黑暗、比较暗的那一面，我觉得有褪去蛮多，就是已经有快走到真的那种黎明的感觉，就是已经看到。亮度出来了，然后花香有再多明显一些。这一支很厉害的是它的前后变化是大的哦。为什么？从一开始这种很像黑暗森林，对不对？里面带着一点潮湿感、潮湿的泥土，还有一点这个，我一开始说有一点臭的这种臭扑鼻，对不对？霉味、臭木头，对，但是。到后来转折，居然好像阳光一照下来，这一切阴暗全部散开了。像是这个晨间，我说在湖面上，这阳光一照下去，湖面上那个烟上来清澈起来的感觉，清澈起来，一切都亮了起来，没有再这么的幽暗了。心情也是一样，对，有一种拨云见雾的感觉，但还不到非常。阳光大没有，我觉得它还在那个就是刚上来的时候，是，所以它是清晨嘛，对，不是那种日正当中的吧？对，还在黎明的时刻这样。所以它现在后面的木头味道还蛮带一点焚香，又带一点雪松吗？类似这种，有可能有微一点点。甘甜的那种木质香，对，很干净。对，然后它的焚香也不会到太重，我觉得都很刚好。现在味道就会让你觉得很smooth、很舒服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最令人意外的是说，它居然可以从这么样的幽暗、阴暗，带点臭臭的。我其实一开头会觉得有一点意外，因为我不是很喜欢，这个刚开始的味道。可是后面。云雾散开之后，哇，一切都明亮了起来，那种心情这种转折了，我觉得他表现蛮好，我是还蛮喜欢的。对，一开始很沉重，后来到变得很轻，可是不会没有味道哦，不会因为它变得明亮之后而味道会消散，不会，这个是他厉害的地方。对啊。那你觉得什么职业合适嘞？我刚刚好像有想到一个，但是突然想不起来。你说像，瑜伽老师，类似，就是他带，或者是说带你有一种那种心灵上的，可以做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换的那种职业。对。或者是我觉得瑜伽老师吧，或是心理老师。OK， 对，心理老师，对，那个叫什么？咨商师，对，心理咨商师，类似这种的职业，我觉得蛮适合喷这个味道的。来跟你咨询的人，或是来一起做这个瑜伽运动的人，都会感觉到这个上完课之后会有一种新生的感觉，对，重生，对不对？就是本来找你咨商的时候，双手还插在胸前，然后不太愿意敞开，对。但咨商完之后，哇，好像
出现了那么一枚曙光的感觉。对，就是它的味道的转折，我觉得也会给人这种感觉，就是你可能在心情有各种不同、很杂乱无章的时候，你会闻到各种的不喜欢的味道，或者说你觉得很臭，或是你不喜欢的那种心情，对，优越心情。然后闻到它之后，我觉得会让你慢慢的沉静下来，然后，它后面又带给你这种另外一种不同境界的感觉。对，有，我觉得也很适合这个卜卦老师。这得到答案，拨云见日。当然，其实我刚刚联想更深的是，任何做夜班的每一个社会职场上的每一个角色，做夜班，即将你要知道，一个人付出他该睡觉的时间，为我们把这个工作往前推进，对不对？然后回去的时候，他只告诉你们说。回去睡觉我完成了，交给你们了，这种心情啦，就因为他回去的时候都已经天亮了嘛，对啊，会有这种开始一切都在黑暗中摸索，然后但是我完成这件事情，再来交给你们，这种心情，相当的了不起，我觉得这种职业蛮伟大的。这个而且这支觉得还蛮厉害的，他把那种他想要表达的情境表达的非常的透彻的感觉。好，那这一支你给他几分？9.8。9.8 News 9.8 9.8，对，这支评价我觉得还蛮高，而且是跟刚刚也是我喜欢的香调啦。所以前面你觉得说我觉得很臭香，对我来讲就是那种很闻了会觉得还蛮过瘾的味道。真的，OK，对，果然确实有人是喜欢这个味道，是有，对，但它还不到臭乌木那么臭啦，它就是潮湿的木头的感觉，没错，对，然后有一点像墨水的那一种，比较香啦，一开始墨水比较香，对，就是但我觉得类似，那是对我来说是香的，我闻到的感觉就比较偏向墨水的那种木头臭香，对，这个后面木头带一点温暖，带一点焚香感，相当漂亮，而且有点干净，很神奇。这一次我给他9.9分，当然虽然我们要做开一点，但是评分要做开一点，但是这个分不开啦。就是我真的还蛮喜欢这一支9.9，真的，因为它的我刚刚还想说你讲哪一支讲啊，结果2支都你比较高分，都你讲没有啦。对，开玩笑。我选这一支讲，想说你不是要选讲你创意家不错对 ，OK。好啊，那今天我们介绍这一支，再跟大家讲一下它的中文名称《黎明之舞》。黎明之舞，好不好？献给每一个在晚上努力的工作的每一个人，辛苦你们了。记得辛苦之余，还是要帮我们订阅、按赞 ，Podcast 的朋友分享给你的朋友啦。我们下次影片见。好，拜拜。真的，应该蛮多人是在晚上的时候听 Podcast 的。